極右翼就擅長給人希望，並且告訴都不是你的錯，是这個世界的錯。極右翼真的是壞事，但是呼應聲音是非常重要。它有一個特色，對網絡很敏感，積極的去回應網絡裡面失落者的情緒。一個，它反全球化，它告訴你你祖先有多偉大。如果他們能夠把這個情緒價值轉換成一個執政穩定器，可以暫時麻痹大家對生活的不滿意。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各主要的政治體近年來換首相都換得非常的快，英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包含台灣，雖然有分成總統制跟首相制總統制選一個最高領導人，標杆就是美國。內閣制呢，就是以議會為主導，議會多數黨魁來組成內閣，它可以是多黨聯合，也可以是一黨，你必須要過半。內閣制最有名的當然就是英國、日本、德國、意大利都是採內閣制。那法國比較特別，法國是半總統制，它的總統跟內閣可以不同黨，但是內閣的任命必須通過總統來提名，然後通過國會過半來認可。因為它是雙首長制，所以內閣首相還是很重要的。那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來說，除了最高領導人，閣揆也是換得很勤換得非常非常的勤如果講總統制簡稱首長制內閣制呢，我們稱為首輔制，因為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不用一直強調台灣呢表面上是雙首長制，實質上是單首長制。可是因為憲政慣例的原因，所以我們的首輔非常的重要，所以首輔又是總宰行政的一切人。那為什麼換得這麼快呢？跟這幾年的政治極化有，全世界上主要的西式民主國家都在經歷一輪內閣首長越換越快的進程。原因是因為政治越来越變動，網絡意見、實體意見越來越兩頭极化，所以對於高度要求議會秩序穩定、沒有任期保障的內閣首長來說，變成極為的動盪。與此同時呢，全球的這個競爭大工業國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獨當一面，所以以前有7大工業國，慢慢的簡化到只剩2，因為隨着工業科技的普及工業科技的 4.0 的啟動，它需要的是更加高強度，包含在科學各種方面升級，而這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稀土就是在這個升級裡面那個極致的佐料，加了稀土，很多東西可以做得很極致，耐熱、耐高溫、耐高壓等等等等的耐磨，而稀土就是這個特色，它沒有辦法擔當一面，但是它是那個極致的展現，所以科技的极化也簡化了部分。因此這種雙向極化，不管是在科技的極化、工業革命的极化、工業發展的極化，還是在政治的極化，都推動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世界的面貌，所以我叫做全球极化。这个英國換相的事情，10年換了7個首相，最新的首相呢叫做 Andy Burnham 伯納姆被英國人呢尊稱為北境之王這個人他媽超有骨氣的，他很早以前就想選首相了，一直被打壓。他在整個英國工黨裡面相對反建制派的存在，所以他就被搞，早就想要挑戰斯塔默，結果斯塔默來了一招釜底抽薪，直接取消他的資格，用黨內的程序把他幹掉。伯納姆他後來看不慣國會，因為他覺得在國會沒有辦法做事情，都束之高閣，脫離地方太久，整天躲在倫敦開會，就跟懸浮萍一樣，他沒辦法下來。伯納姆他就跑去選曼徹斯特的市長，還給他選上了。這個就是曼徹斯特的位置。相對於倫敦，他是在英格蘭的北部，選上之後他就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那英國有個問題，私有制發達到很可怕的地方，你知道英國瘋狂到什麼程度？下水道可以是私人的，自來水是私人，發電私人，這個習以為常，公車都可以是私人的。這個政策怎麼來的？撒切爾夫人當時上台的時候，他就認為一切要私有化是最好，所以他就大肆的拍賣。英國這幾年自來水品質越來越差，水費越來越貴。然後人家問說，你自來水公司你越來越差，你啥意思啊？他說因為我沒錢啊。好，那加水費吧。加了水費之後，那水費都加了，你為什麼越來越差我知道水費是加了，但問題是英國的物價也上升啦，加了水費還不夠啊，那再加吧。公車有個最大的功能，它就是要把偏鄉的東西運回來嘛，偏鄉的人運回來，它基本上不能太計較利益得失，否則的話它沒有辦法服務到邊緣公眾。因為我們知道政府有一個重點，要社會再分配，要尋求社會的正義，你不能讓偏遠地區更受到這個鄙視。結果呢，你一搞公車越等越久，而且呢偏遠地區的支線都幾乎被砍掉，維持了最低的限度。所以他上到曼徹斯特市的市長其他地方他也做了一些其他市政改革，但他最關鍵的市政改革是什麼？就是把公車給重新整頓，並且把那些私人的公車強制買回來之後，並且把一些冗員給裁撤掉，然後重新調整股權，把它恢復成一個高效、廉能、有用的公共交通系統。這個事情在整個曼徹斯特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因此，這個伯納姆要成為北境之王，這證明一件事情：即便在英國這麼高度資本化的地方，伯納姆依然有能力整頓。現在大家最希望他整頓就是自來水跟下水道，英國的下水道已經沒救了。伯納姆有趣的一個演講，
他確實是一個比較做實事的人，講話比較簡單，會講一堆華麗的辭藻。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where I have accepted His Majesty the King's invitation to form a government. In doing so, I am acutely conscious that I am the 6th person in the last 10 years to walk up this street,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這也是為什麼你看他上來就針對痛點講話，10年來第7個首相，至少他有反省這件事。斯塔默上台可沒這格局啊，知道英國現在非常深重的治理危機啊。Making this a moment for reflection and new resolution. It requires my generation of politicians to raise our game and rise to the new challenge.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英国的公共服務只有越來越爛，從來沒有變好。引以為豪的英國國家健康系統已經爛到沒救了。根據統計啊，大多數的病人光等排隊，病情就不斷加重。最慘是癌症，明明知道自己是癌症有 cancer， 從確診到看第一次看診，他可能等4個月到半年，然後很多人就等看診當中就過世了，真等不到。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I know people at home are fed up with politics. I hear you. And I want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not been good enough. And we need to be better. We will be. 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last 40 years. A new political model and a new economic model. In the 1980s, Britain took some wrong turn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sed. Economic power privatized.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deindustrialized, and they still haven't recovered. Many feel as though they're still in decline, and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turn things around. And that's why we will change politics, to make it more collaborative, more about problem solving than point scoring. And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where we put life's essentials back under stronger public control. 文藝復興啊，這不就是東方的制度嗎？這還是資本主義宗主國英國嗎？所以我跟你講，全世界都在發生神奇的事情，它相對是友華派的。Put life's essentials back under stronger public control to make them affordable to you again, reindustrializing Britain, using public procurement to back British industry. 那從公共採購重新壯大英國的工業化，竟然想要把英國再工業化，哇哦！至少他沒有打高空啊，特拉斯他就是完全在打高空，是10幾天就下台，就是胡搞瞎搞啊！減稅降息這2件事是能夠同時發生的嗎？啊，結果就把自己搞垮，對，就人稱生菜節嘛。2010年啊，當時卡梅倫哦，他是一個長期首相。你看他從2010年上台幹到2016年7月，但是從他辭職之後，英國首相換的頻率就越來越快。當時他是舉辦 Brexit， 其實有一點賭啦，因為他大選獲勝之後，他覺得他天下無敵，脫歐的部分我們就直接來公投。其實他可以不要公投的，因為當時有一個黨就叫脫歐黨。那當時這 Brexit 投出來之後，卡梅隆大失所望，沒想到脫贏了留歐一點點。英國的政治慣例是很強，最後就黯然辭職。Theresa May 幹了3年，但是呢，他的脫歐協議沒有成功，因為當時有個反對他最大咖黨內叫做 Boris Johnson 強生，從19年幹到22年哦，也是幹了3年。但是因為啊，在疫情期間啊，聚會啊不戴口罩，黨內的信任危機，各種醜聞啊，最後呢被迫下台。再來這個是伊麗莎白特拉斯哦，從2022年9月幹到2022年10月，任期19年，史上任期最短，得了一個生菜姐的綽號啊，就換到了蘇納克，幹了將近2年。那時候美國副總統叫做 Harris 嘛，賀錦，加上當時儼然有世界第3的莫迪老仙，所以都就說哇，世界半壁在印度，就是那個印度裔啊，蘇納克，他是來自東非的印度裔。蘇納克，我個人還是覺得他還是挺有能力的，印度人都救不了英國，那看來英國真是難幹。
啊。再來是蘇納克大敗之後呢，工黨以史無前例的大勝，迎來了回朝之後第一個首相叫斯塔默。斯塔默又叫做斯凱爾。這個斯塔默呢，他早年是幹檢察官起家了，以勇於辦大案啊著名。結果沒想到是個表演仔，黨內的政策一塌糊塗啊，幹了2年呢，就灰溜溜下台了。那現在換伯納摩，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這個英國的首相呢越換越快，雖然沒有日本人誇張，但確實也快。所以這個伯納摩為什麼剛剛大家都不看好？我覺得非常正常，他就不會是一個被看好的這個結果，對吧？民心的變化越來越快啊，大家對於現狀的不滿不斷在上升。這個加速的現象只呈現在英國嘛，不，日本。安倍比較特殊，因為安倍幹成了最久的首相，但即便他很久啊，也就幹了8年啊，就超过人家總統幹的時間。然後呢，菅義偉幹了1年，不敢尋求連任；岸田文雄幹了3年，算是活得比較久。石破茂幹了1年不幹了，是總裁選舉落敗後就辭掉。石破茂是自己不想幹的啦，因為壓力太大。一般是選舉挫敗了，因為當時2024年10月的众議院選舉，2025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啊，接連都失利啊，內閣長期民調低迷，黨內的強烈逼宮啊，最後在2025年9月7號請辭。當時因為美日關稅談判，因為他談的這個壓力很大了，乾脆就請辭了，以示躲避。最後是高市早苗。其實最近高市早苗最大的壓力不是抗中問題啊，抗中問題是他逃避內政治理的一個法寶，還有應對黨內派系的法寶。但是這個法寶啊，再疊加上日本現在糟糕的經濟狀況啊，把高市又往死裡帶。為什麼把這兩個並列呢？斯塔默當時勝選的時候是史上最大勝，贏到不能再贏了，贏麻了。你知道慘到什麼程度嗎？前首相特拉斯成為英國史上第一個當完首相下一屆連任失敗的第一人，輸到這種程度。結果斯塔默僅幹了不到2年，再見下台。到日本呢，安倍算特例之後，後面也是換首相越換越快，回到快1年以上。岸田文雄算是一個八面玲瓏的，非常會搞，所以呢還死撐了3年，而且光3年這樣的任期就已經是戰後第8場了。做過1000天就算他媽超屌的。高市早苗現在的問題是用炒作對中議題的方式，然後派網軍抹黑的方式，取得超級高票當選，讓自民黨獲得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選舉勝利之一啦。尤其近代以來啊，贏到連修憲都不用有黨幫忙了，直接過2/3門檻。結果他的首相隊竟然這麼的不穩啊，代表啊民意的翻臉如流水的速度。但日本有它的特殊性啊，日本已經是整個都非常极右翼嘛，問題在於說它長期极右翼，導致老百姓對极右翼出現一種視反感。再來是我們看德國啊，德國就有點意思了。德國內閣向來以穩健著稱啊，德國20年只換了3個首相，但是德國在梅克爾之後，他的首相替換頻度正在上升。肖茲或舒爾茨3年半左右就下來。但大家知道，德國人哦，首相一幹個8年10年的一大堆啊，這個是一個老傳統。因為德國在19世紀末有一個很有名的宰相叫鐵血宰相啊，鐵血宰相他幹了很多年了。近代的政治就是從這個鐵血宰相開啟，德意志整個統一了嘛，就是Bismarck， 所以德國有這種一向9任的傳統。默茨現在可能要下台啊，大家開始在不爽他。現在支持度已經掉到30%以下，但德國人對於首相的容忍度是很高的，因為德國人對比起換首相的熱衷程度。可是即使換相這麼慢的德國，肖茲連撐個4年都撐不到。而且德國現在最夯的政黨魏德爾。Herr Merz, seit Sie im Amt sind, tun Sie mit bornierter Dreistigkeit das Gegenteil von dem, was Sie versprochen haben und was für dieses Land richtig wäre. Sie wollten zur Lage sprechen, Sie haben es nicht getan. Denn die Lage in diesem Land ist desaströs. Monat für Monat fallen 15.000 Industriearbeitsplätze weg. Die Autoindustrie ist im Niedergang. 不是15万，这个翻错了。 Die Autoindustrie ist im Niedergang. Deindustrialisierung gerät zur Massenflucht. Selbst Volkswagen wankt. 100.000 Arbeitsplätze stehen auf der Kippe. Zulieferer und Dienstleister fallen wie Dominosteine. Keine Woche ohne Hiobsbotschaften. Im deutschen Mittelstand gehen die Reserven aus. Der Insolvenz-Tsunami vertreibt Wohlstand und gute Jobs aus Deutschland. Alle 20 Minuten geht eine deutsche Firma pleite. Und die Eigentümer die Pension befreien. Wir werden den wuchernden Staatsapparat zurückbauen, die Massenmigration in die Sozialsysteme abstellen und konsequente Abschiebung illegaler und Straftäter forcieren. Und wir werden das individuelle Recht auf Asyl
abschafft. Wir werden die ideologische Energiewende beenden und die drückenden Energiekosten und Steuerlasten senken. Wir sind dafür bereit, Verantwortung für Deutschland zu übernehmen. Und machen Sie endlich den Weg frei für eine neue Regierung。 德國因為對極右翼希特勒的禍禍防範特別的嚴極右翼的這種 AfD 上台，他們是很防備，但極右翼卻在不斷的高速的發展。因為德國是一個非常多黨制的國家，它的整個憲政是相對保護首相的任期，還有就他們對極右翼有一個防線，他們寧願彼此互相立場不同組合起來，防止極右翼做大。隨着 AfD 的壯大，很可能在接下來的選舉會出現有一些地方州變成另類選擇黨，透過他過半的選票來開始執政，這也在重新鬆動了整個另類選擇黨的一個根基。德國這個傳統的老牌這一種以首相穩健著稱的，他的首相也換得非常勤。再來是意大利，像之前也是換得很凶，梅洛尼之後呢又穩了下來，現在是最穩，這個歐盟裡面這是最平穩的首相。因為意大利是第一個歐盟主要國家由極右翼來執政。那你說，這不對呀？那日本倒是極右翼都是自民黨啊，你這個理論會有問題。因為我的理論是，這個全球的政治正在極化，加速的縮短了，導致內閣壽命在減短，沒有錯。但各國還有一些國情嘛。意大利的狀況是這樣子哦，他的首相能幹滿1000天就算非常非常屌了。比如說倫齊幹了1024天就很屌了。孔戴呢，他做過2次2任加起來總共是988天，你1000天也沒破。其實從任何角度來看，你幹不滿4年都是個非常短命，就幹4年都不算是非常長。但是梅洛尼的上台呢，其實就打破了這個狀況。在極右翼上台之後，他反而穩了下來。那為什麼極右翼上來會穩呢？尤其在整個歐洲因為全球的極化，它必須得更快速的去呼應到老百姓的聲音。這極化不見得是壞事，但是呼應聲音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那個極右翼那一群老家伙，很多家族都要443公啦，從明治天皇追溯到現在。所以日本那個極右翼的特色是無法反映人民的心聲，它靠的是結構，靠的是選區安排，靠的是利益分贓，靠的是美國當年麥克阿瑟5星天皇跟後來操縱整個日本政壇的美國政府，他把它給鞏固下來。為什麼叫自民黨？叫自由黨跟民主黨2黨合併。但即便是這樣，他的領導人也開始在賣民粹。安倍靠賣民粹長期執政嘛，高市早苗靠賣民粹獲得高票，不賣民粹的石破茂1年掛了，以穩健著稱的菅義偉1年掛了，只有非常懂得在政治裡面游走，並且有拜登這個把做靠山的岸田文雄可以活3年。極右翼政府它有一個特色，不管是法國的國民陣線日本那個不能算，但是高市早苗其實他也是在利用網絡高強度的去回應比較極端的聲音嘛，或者是德國的另類選擇黨，這些人的對網絡很敏感，積極的去回應網絡裡面很多失落者的情緒。那大家知道，人都有一自我標榜、自我吹噓的一種精神需求、情緒價值或者你叫做全球瑪卡化都可以當社會不再能夠結構化的時候，那它怎麼自適應呢？社會的結構化是大家在這個社會裡面按部就班的話，我都可以獲得在這個社會裡面相應的位置，而這個位置會讓我能夠積極穩定的在社會活下去。可是今天面臨資本主義的橫流，造成全球化導致的社會結構的高速變動，所以原本我只要按部就班在社會裡面的那一個安身立命的這個方法已經失效了，而這一些極右翼就擅長給人希望，並且告訴都不是你的錯，是這個世界的錯。所以極右翼都有幾個特質，第一個他反全球化，第二個他告訴你你祖先有多偉大，也不一定是你祖先，反正大家都可以說是自己祖先。比如說意大利人就告訴你羅馬帝國有多偉大，信手拈來就是羅馬帝國。那法國呢，信手拈來就告訴你拿破崙這個路易14有多偉大。美國川普，我們是世界上最厲害，我們是最棒的，我們會變弱都是因為什麼？實力讓我們的軍隊變弱，但我把它修復了。那事實上民進黨也是做這種事情，提供穩定的情緒價值。所以當他們上台之後，如果他們能夠把這個情緒價值轉換成一個執政穩定器的時候，有的時候他反而穩下來。所以梅洛尼就是有這種特質在，他的個人比較穩定一點。所以瑪卡其實是給予人民希望，告訴你前面有光，你不爛，可以暫時麻痹大家對生活的不滿意，跟對結構出現了破壞之後無法定位的一個痛苦。所以政治就娛樂化，這就是全球極化的一個特質和現象。換最凶的是誰？法國也是換得非常凶勒克尼爾幹了27天就辭職，不過現在呢驚險通過不信任案，因為大家也覺得換累了菲利普還幹了3年，卡斯泰幹了2年，博爾內幹了1年8個月，阿塔爾只幹了8個月，巴尼耶被政治罷黜，貝魯又犯作白鬍子
對自己發起不信任案，結果自己沒過關，自己下台。馬克龍為什麼沒有辦法成功？提供不了太多的情緒價值啊！這個人一下馬克龍，一下馬克蟲，舉凡人家在高潮的時候，他突然冷不防的來一下；在高潮點的時候，他突然來一下念經片，阿彌陀佛。那你以為他阿彌陀佛要軟的時候，突然之間他就化身無敵鐵金剛，你咋受得了？所以他的內閣就一換再換。我有個特總統受任期保障制，而且他是2輪投票，你幹不掉他。所以呢，除非他不幹，他過了就過了，投過身就過嘛。所以換不掉總統，首相就一天到晚在換。調查了這幾個主要國家，你就發現他們幾個共同點，對情緒價值的需求正在急速的上升。有意思的對應是加拿大，加拿大的總理反而都幹很久，爛到不行的那個特魯多啊，都幹了9年2個月，這麼爛的總理啊，因為他懂得化妝門面。然後現在這個卡尼呢，也幹得挺穩的，支持度也挺好，還敢嗆川普，對不對？因為加拿大是個多元的國家，非常不提倡 Make Canada Great Again， 因為加拿大人的自我標榜是我跟美國人哪裡不一樣，加拿大人沒有加拿大人認同，加拿大人只有加拿大跟美國不一樣的加拿大人認同，而加拿大移民有非常多，再加上加拿大又是雙語國家，它有大量的法裔，它根本民主來源就不一樣。加拿大本來就是英國留下來對抗美國存在的東西啊，它的政治相對來說對於情緒價值的需求量沒那麼高，因為這個國家本來沒有辦法劃一級的，你要有一個情緒價值，首先你得有一個高度的自我認同點。加拿大就出現了跟美國截然不同的畫風哦，他的總理向來幹的就比較穩，他就沒有一直換。加拿大人其實對政治啊相对冷感啊，因為他又處在一個比較邊緣的地方，所以這就很有意思。這個對比就可以驗證我們剛才所說的西式民主的困局，叫短命內閣。其實你看哦，台灣也是實行西式民主，那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台灣我們說首府好了哦，台灣的這個行政院長也是成天換，聽着算比較硬的啦，2年多沒換也算很命長。台灣的不管藍的綠的哦，基本上換行政院長跟換衣服沒什麼兩樣。蔡英文也算是比較硬的，蔡英文是林全、賴清德，然後就換到蘇貞昌，最後還換了一個什麼卓榮泰。他一個最高領導人可以換4個行政院長。其實啊，還有更多啊，馬英九也換了很多個啊。台灣整體體制更偏向美國，但是因為受限於憲法的一個慣性，出現所謂雙首長制。那實際上我們是單首長，所以行政院長就變成這個內閣首輔就變成一個出氣筒，每次幹不好就要他就要下台。所以透過情緒的一個積累，大家就會不爽。你看，這就是它的不穩定性。所以這個就是其實是整個的問題啊。那整個的資訊的流動跟集中啊，在網絡上產生的這種分眾的現象，龍行的火車對撞又更加激化了這個民意，所以就會更加衝擊啊內閣這樣子相對沒有任期保障制度的狀態。所以全球的民主都受到了新一輪資訊革命把資訊縮短化的一個結果。日本缺稀土啊，日本最近缺稀土缺到什麼多搞笑的程度呢？日本將首次從廢舊的家用空調中提取稀土。日媒稱，這是在中國持續加強對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為尋求降低對華依賴的嘗試。中國によるレアアースの輸出規制が強化される中、家庭用のエアコンからレアアースをリサイクルする取り組みが国内で初めて始まりました。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機中取出壓縮機並拆解，然後提取含有鋁等稀土的磁鐵，經精煉後重新用於產品的製造。據測算，通過這一回收體系，空調製造所需稀土中約 35% 可由再利用品替代。日媒稱，過去由於家用電器拆解難度高、成本昂貴，日本的稀土回收主要集中在工業廢料、風力發電機或部分新能源汽車上。針對家用空調的大規模系統化稀土磁鐵回收是日本國內的首次嘗試。事實上，拆空調提煉稀土不僅工藝難、成本高，回收率和純度都面臨挑戰。這場略顯困窘的所謂資源自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對稀土進口的高度依賴。稀土是現代工業的維生素，也是高端軍工產業的核心戰略材料。比如鋰和鉻是高性能永磁體的構成元素，而永磁體是導彈制導系統、無人機和戰鬥機雷達等裝備的核心部件。目前，中國是唯一能夠提供所有17種稀土金屬且擁有稀土全產業鏈的國家。日本專家提供的數據顯示，2025年日本稀土進口量的 66% 左右來自中國，中重稀土幾乎全部依賴對華進口。如果計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對華依賴度更高。日本大和綜合研究所預測，若日本在1年內無法從中國進口稀土及其他關鍵礦產，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 1.3% 至 3.2%。
就業人數可能減少90萬至216萬，尤其是以汽車為代表的運輸機械行業，降幅恐將達到17.6%，將於2027年1月開始在南鳥島附近深海海底試採含稀土的淤泥。今年2月，日本宣布成功從約6公里深的海域採集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該區域內的稀土礦化沉澱物達1600萬噸。然而，日本的開採能力和成本並不樂觀。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岡部徹表示，這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搞稀土國產化的話，預計還需要10年及以上。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って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格陵蘭島也被日本視為潛在礦源。日媒稱，日本政府計劃最早於今年夏天開始研究在格陵蘭島開採稀土及其他關鍵礦產的可能性，為日企投資鋪路。美國地質調查局數據顯示，格陵蘭島稀土礦產儲量高達150萬噸，排名世界第8。然而，格陵蘭政府以及當地不少居民對稀土開採持謹慎甚至反對態度，擔心其對當地漁業和環境的影響。簡單來說，就一件事情，日本現在的稀土困境已經是極致的程度了。但是為什麼這麼極致？它的卡點在哪裡？沒有平替，全世界找不到平替。尤其剛才講到，稀土有17種，分成輕稀土、重稀土，每一種稀土功能都不一樣，幾乎沒有互相替代性。有一部分有啦，但多數是沒有啊。一台壓縮機拆出來，最多就回收20到30公斤。一架 F-35要400公斤，永磁鐵導航裝置、精確制導裝置跟它的發動機要的稀土還不一樣。中國大陸能夠有這麼多稀土產量，並不是中國大陸專門就是去挖那個稀土。稀土基本上它不稀有，但它很稀疏，它基本上都是半生礦。電鋁有時候會大量產生，產生之後呢，也沒有很大量，就在這個廢料中再把它精煉。中國大陸因為之前都幹這個煉鋁，那煉鋁是很辛苦的行業，因為它要大量的能源投入。大陸為了要處理這個鋁，進口大量的鋁土，大量的新電水電站用廉價的電力。大陸是非常非常重視廉價且乾淨的電力，所以大陸去研究包含風光電、核電、水電這東西都不是現在而已啦，是經年累月。這次不是大暴雨，廣西很慘嗎？這水庫潰堤嗎？為什麼那麼多水庫？大陸很早就在修築水電站啊。而且呢，你把它回收之後，還有一個問題啊，用在商用上面的稀土，用在軍用上面的稀土純度是一個量級嗎？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全球到了工業化 4.0 之後，主要競爭的工業就2條路線，一個叫航天航太往太空發展，另外一個 AI 的發展。強大的算力需要強大極致的晶片，需要強大極致的散熱器，需要各種功能強大的硬件設備。稀土的特質就是它的添加進去之後，這一些設備的材料它就會極致，不管是特別耐磨、特別耐高溫、特別耐低溫、特別耐各種屬性，它的耐性、特殊屬性就會增長。稀土戰略地位的上升哦，材料這個事情啊，人類的歷史上它是有很大的影響。就從工業革命上來講哈，18世紀是鐵跟煤的世紀，先從煤開始，把化石能轉換成動能，推動蒸汽機，蒸汽機可以推動什麼紡紗機啊，各種機械啊，然後再來就是鐵的製造，鐵可以怎樣？煤鐵相合為鋼，煉鋼非常重要，因為鋼材它可以有各種變化，然後呢，它有可塑性，它可以澆築，它不是用打鐵而已。這個19世紀就在比煉鋼。19世紀末有2個國家超過了當時的日不落帝國大英帝國，一個是德國，一個是美國，這2個國家都有大量的鐵礦。美國既有鐵礦又有煤礦，德國呢只有鐵礦，缺少煤礦，材料不夠，誰來湊？搶法國。德法邊界上有歐洲最好的煤礦叫魯爾煤礦，就是洛林跟阿爾薩斯在這裡，所以德國人就去把這個角搶過來。德國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工業革命上面就一騎絕塵，一躍而上，發展成整個歐洲最強大的一個國家。那因此啊，我們在這個事情上面就看到一個狀況，這個全球也慢慢收攏到2極，也就是中國跟美國。像日本這種過去是經濟強國，它的強國的時代是在工業發展在上一個階段的時候，那個以機械能、類燃機、鋼鋁為主的時代，日本能夠做到實力。進入到21世紀的第2個25年，這裡已經發展了很多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說，整個的雙極化的格局啊，更加的形成。
這也是為什麼有 G2 的說法嘛。G2 的說法其實它也側面在印證一個事情，就是我們的工業化時代已經推導到一個嶄新的狀況，它既是2個體系的鬥爭，它也是2個現實問題的產生。2個體系是代表美國為主的用壟斷控制的結構化的方式，還是呢中國所說的多極化的方式，透過開放、參與、普及的方式，這是完全不同的思維邏輯哦。再往前推進雙極化的現象，大國是更加的自我內縮巩固。其實大陸也有一定程度的这個狀況，比如說網絡上的暴力之氣，並沒有隨着近年來對網絡管理加強而有所減緩，反而呢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多少還是會有。全球極化它呈現在政治上，它呈現在工業上，它呈現在科技的前沿上面，那它就會不斷的繼續去發展。所以极化這個現象大家不要害怕，它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我們需要去適應它，我們去接納它。但是透過接納，我們如何在這個極化的過程當中繼續創造和平與穩定，是我們要怎麼去思考這個。